为什么只有他对自己的防御自信爆满？身穿抗光束斗篷就敢冲进炮火横飞的战场。他没有时代洗涤的浪漫，没有暗夜偷袭的隐身，也没有空中自霸的气势。他只有一击将敌人拦腰砍断的大刀，有着毁灭性的战力，却有着不夺人性命的慈悲。他不是耀眼的特工机，却是对抗大量敌机的终极指挥官。哟，大家好，我是 CM， 这里是纯手工的解析系列。上期我们看了全身导弹360度杂技出场，冷静地说，一人砌50件啫，2個6隻啦，嘿啊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而本期一台身穿斗篷，直接2刀劈门，大喊一句：哟吼，開波了喂！好，咱不扯作品，不说作者，也不管发售年代，不生硬，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聊聊这台防御无敌的沙漠之王。先看看片头，我哋立即開波。时间又要回到当初那场颠覆历史的流星作战。H 博士为了针对极端恶劣的环境，亲手打造了这台重装甲、大功率的指挥官高达。但随着战局从地面一路疯狂撕裂到宇宙，原本那套针对地表的陆战结构明显就不够用了。而上到宇宙后，面对无重力的空间，直接成了活靶子。而在宇宙纷争的末期，曾经那个男人出现了，霍华德。他对本机实施了最直接、最快速的修改，目的就一个，让空间适应直接拉满，也就是在维持原本重装甲高输出的情况下，赋予了它水准之上的战斗空间能力。就此，我们的主题诞生 ：SXXG01SR2 沙漠高达改 EW。当然，它的亮点不只是出力，而是战场统帅能力。霍华德修改时为他强化了高规格的摄像与通讯传感，让他在战场上可以第一时间捕捉所有的光学和电子数据。再加上希罗短暂的给他加载过零式系统，让卡特也得到了能力的领悟。人机都适配了顶级的指挥能力，在马利梅亚叛乱期间，面对250台大规模敌军以及自身的策略优势，一边下达精准的指令，一边驾驶着沙漠高达改冲锋陷阵，顶着敌人的火力，挥舞着2把巨大的近战格斗武器电肉弯刀。由于坚持不夺人性命的原则，整个战术都变得非常的被动，但这也是他高级的地方，在不伤及敌军性命的情况下，直接砍击、击毁、瘫痪无数的敌机，把这钢铁洪流硬生生撕出一道口子，最终硬是撑到了非裔零式的到来，结束了这场叛乱的暴动。随着战乱的结束，世界再次和平。为了实现完全和平主义，这台陪着卡特去过地狱立下战功的高达，也被卡特亲手爆破，化为历史的尘埃。好，这么一台高出力、高防御的机体，到底是怎么设计的呢？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它的机体设计部分。全高为 16.5 米，重为 7.9 吨，装甲材质为高达尼姆合金。在整体设计上，以紫色为主色调，结合黄色和红色的点缀。而在结构方面，可以看出它一身厚重的装甲，但防御高并不是它的全部。由于重视机体的机动力，所以格斗战也很强，两者结合才是它钢铁城堡的属性。我们从上往下看，先是头部，无视环境的战场之眼。沙漠高达改的头部最明显的莫过于它的头顶，超级巨大的机冠状部件，在部件的前方是它的主摄像，前后各一个，分别负责前方侦测、后方监察。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单前后摄像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冠状呢？是的，除了前后摄像外，整个冠状内部都塞满了感应器，属于是多功能高性能的侦测设备。在冠状部件的下方是它的 V 字形天线以及它的双眼摄像，跟冠状部件属于是互补协助关系，不管在任何环境下，哪怕是视野为零，也能精确的锁定敌机。这也是它可以当全队战场大脑的底气。在 V 字形天线的两侧是2门火神炮，这也是本机唯一配置的射击武器，有着优秀的连续射击能力。当需要近身战时，2门火神炮就像疯狗一样疯狂的射击，不求杀敌，只求干扰和牵制，给大弯刀争取切入的时间。在火神炮的下方可以看到群状装甲，
这是对头部关节最有力的保护。都知道沙漠有防御斗篷，但头部是裸露的，这层头部装甲完全弥补了这一缺陷。毕竟头部可是它的信息重要接收器，绝对不能有事。在装甲的前端，也就是脸颊的两侧，是它的头部排气散热口，用于头部核心冷却散热系统。好，头部讲完，小总结一下。沙漠高达改的头部是它的战场天眼核心，头部的核心探测部件提供了具体的战场环境捕捉侦测能力。火神炮可以协助近战格斗干扰、远距离干扰和牵制。脖子位置的护甲让核心通讯、中枢装置得到了更好的保护。接下来我们往两边看，手臂堆满芒粒，狂暴液压。沙漠高达改的手臂由肩部、手腕组成，整个手臂都被厚重的装甲包裹。我们先看看肩部，整个肩部也是震撼，肩甲非常的厚重，把耐弹性肌肤点满，而它的装甲覆盖也是大范围，除了整个肩部关节，延伸下来的侧甲也保护了手臂的关节，而整套强化过的肩甲在实战中也是霸气。玛丽梅亚军的巨蛇用双管加特林对他狂轰也是无法破防，这也让敌军看到了绝望。在肩部的侧面是当时为了宇宙战特地强化过的直视控制喷嘴，前后各2个，一共4个，双肩为8个，所以它可以很灵活。顺着肩部往下看就是它的手臂了，整个手臂同样也是被巨大的装甲包裹着，而这种手臂的亮点在于它的关节扭矩，跟死神和双龙不同，死神要的是轻盈，要的是快速偷袭，双龙需要的是灵活，把格斗提升到极致。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极简风格，而沙漠却完全相反，他要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蛮力。也正因为他这特殊的关节扭矩力，让他挥舞2把巨型的电热弯刀时，可以砍出毁天灭地的力量。好，手臂讲完，小总结一下。沙漠高达改的手臂属于是暴力液压重臂，厚重的肩甲赋予了本机无视加特林扫射的耐弹性，基础的加固外甲让本机在格斗时做到了战力保全，内置的高功率扭矩让双臂挥刀时做到了蛮力输出。这双手臂简直是战场上手持巨蛇的暴力液压起重机。好，由于腿部我手上没有资料，全网也没有沙漠 EW 的腿部资料，我们就直接跳过，转个身看看后方。推进背包自带推力的拔刀外挂。沙漠高达改的背包从外观上看它是有点小，而喷嘴的数量也不多。如果因为这个你就小看它，那就错了。整个喷射器跟身躯属于一体化，在本机的大功率支持下，推力是大的离谱，在大气层内完全可以做到高速移动。另外，在电热弯刀的插槽内也配置了推进器，在动画中哪怕被几台巨蛇抱着，也可以靠大推力带着敌机往上冲。在这个推进器的边缘是一个锁扣，用于放置电热弯刀，刀柄向下折，使用时会直接弹出。这种反手的操作可以让高达的机械手在1秒之内完成拔刀的动作，非常符合机械工学，而设计的也非常的细心，连挂载的角度也经过计算，保证了2把巨型的弯刀刀尖绝对不会跟地面产生任何的摩擦。好，背包说完，小总结一下。沙漠高达改的背包是火箭推力的刀鞘，突出的反手挂架完美符合快速握持拔刀的逻辑，精密的挂载角度很好的避免摩擦，既保护了刀尖又不妨碍机动，强大的推进让它有了怪力冲刺的底气。好，最后一个我们看回正面身躯，最强防御避风港。沙漠高达改的身躯其实相对简单，不像飞翼04那样搞搜索眼，也不像双龙高达那样搞格斗视野，而它的重点就一个，超强耐弹性以及绝对的生存率。所以它的身躯全是厚装甲，包裹着身躯的骨架单元，在胸口的2侧，也就是这红色的栅栏，是它的散热排气口，用于身躯的冷却系统。不过体积很大，这也是为了对应极端的环境，比如高温的环境，毕竟它的底子依然是陆战内核。再往下走就是腰部了，从外观上来看也是属于苗条的腰。你别看它细，其实每一块装甲，每一个内置骨架都经过了加厚和耐弹性的重构，完全是死死的护住了驾驶舱。是的，肚脐的上方位置就是驾驶舱了。
好，身躯讲完，小总结一下，沙漠高达改的身躯可以说是钢铁堆叠防空洞，厚实的重装甲让它超越其他高达，拥有了最强耐弹和生存率。大型的散热系统提供了极端高温下发动机的排热效率。驾驶舱外围的结构既可靠又保障了生存率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特殊装备——抗光束斗篷。这是一件惊艳全场的特殊装备，能抗光束又能强化装甲，属于是把防御技能点到极致的外挂。从设计上来看，强化装甲是紧扣在双肩上的，而抗光束斗篷从脖子以下一直覆盖全身，简直就是钢铁十字军。而在属性方面也是双属性，斗篷的本体覆盖着抗光束镀膜，任何的光束类几乎可以无视，主要是用于防止远处的光束射击。而在斗篷的上半身是强化装甲，这是用于防止实弹攻击。这种搭配式的防御用起来很灵活，只要转动身体就可以起到对应不同攻击的防御，可以让机体拉近距离前把伤害降到最低。另外，从宇宙飞往地球时也是穿着，证明了它可以抵御高热效果。当然，有人会说这玩意是好，但打架时也很碍事啊。这也是它设计的高明之处。在斗篷的两侧有特意留出一条缝，这可以方便把手伸出来自由活动，防御反击是没有问题的。而当要全力格斗时，可以手动解除，把整个斗篷一脱，露出本体。好，看完这么一台防御点满的沙漠高达改，那驾驶员呢？接下来我们还是以聊八卦的方式来聊一聊高达5小强里面唯一一位顶级的高富帅温拿不好意思，卡特尔拉巴伯温拿。都知道在 W 系列中，主角们要么就是一个孤儿，要么就是那种杀手，要么就是钻牛角尖的大神。但卡特尔不是，人家有人爱有人疼，含住条金鎖匙。他一出生就是 L4 殖民地的顶级富豪，温拿家族的正统大少爷。一般这一种剧情，大少爷要么粗暴，要么败家，但他不是。面对一身的财富，性格却温柔得像个天使，整天嘴巴里挂着的都是宇宙中没有比生命更沉重的东西了。看到没？这就是道德的高位。他每天不是心疼这个，就是心疼那一个。而就是这么一位顶级的圣人、和平主义者，却给自己选了一条最硬核、最遭罪的道路——流星作战。也正因为他的纯洁善良 ，H 博士把作战的本质隐藏了，不管是自爆系统还是高达，都交给了他，让他自行决定，完全只要按自己的心走就可以了。就此 AC 1955年战乱爆发，而战场的血腥、政治的虚伪，给了这位大少爷响亮的一个大巴掌。人类本来就是一群跟风的生物，政治也只是为个人的利益而已。看着自己父亲的离世，把他这个少年纯洁心给撕个粉碎，闹了半天，连自己到底是为谁而战都搞不清楚，自己就像一个弱鸡一样。不过幸好希罗和特洛瓦没有放弃他，以暴力的方式打醒了他，让他重新找回了自信。在最后的大决战中，他也化身为全队的战术指挥，让天平偏向了和平。在和平的世界里，高达也可以退休了。他说服了全队，把全部高达打包直接送往废弃卫星，丢向太阳。就在他觉得世界真美好时，玛丽梅亚那个土孩子跑来捣乱了，还占领了总统府。卡特尔知道后也是纳闷，老子辛辛苦苦争取的和平，你他妈跑来搞笑。他二话不说就带着中东部队跑去拦截卫星，把飞104射给了希罗，然后自己带着迪奥和特洛瓦直接冲向地球。他也知道兵力的悬殊，但是他依然都在决大局，而新的战役也就此重新打响。好，这么一位从善良黑化恢复善良的卡特尔，开着沙漠高达改，那他的实战表现如何呢？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在 OVA 中他的战役表现。OVA 战役镇压玛丽梅亚军，在 AC 1955年跟地球联合反目的殖民地军发起了最终战役。在这场战役里，沙漠高达改也在其中。只见沙漠跳起爽砍，眼睛亮起，后方爆炸。这一场战役打得非常的激烈，最后在飞104的极限举枪中，一炮打爆了天秤座的残骸，也给了这场灾难性的大战画上了句号。而世界也终于回归了和平。
对于和平的世界，卡特提议把高达毁了。其他人听了都把高达送了过来，除了张武飞。当按下卫星的启动键后，卫星开始向太阳进发。卡特和迪奥也做了最后的道别。而在另一边，玛丽梅亚那个小可爱正在密谋着什么。就在卡特享受着和平时光时，突然接到了迪奥的通讯。迪奥告诉卡特，莉莉娜被绑架了，他跟西罗打算攻进 X18999。什么？你们以为你们两个是东方不败吗？没有高达怎么攻？卡特激动地站了起来。怎么攻？冇阴攻咯。没事，西罗说没有高达也可以抢一台杂兵机就好了。迪奥乐观地说道。这下犯贱了，我竟然把唯一对应的方法给毁了。卡特心里想着，我去取回高达吧，就现在，马上就去。卡特说完，直接跟着中东部队一起出发。这一路上，卡特一路都在自责，而拉希德也一直在安慰。就这样，他们花了几天的时间跑了一半，但问题也来了。如果到了目的地，飞船的燃料就会用完。而卡特想到了直接用引爆来提升卫星的加速，至于飞船直接去金星，利用重力弹射返回，这两个方案就会导致飞船和卫星的接触只有5秒。在场只有一个人能去，卡特。其他队员都慌了，你一个人去，那我们是摆设吗？大家喊道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是卡特的名言了。在宇宙中，没有任何东西比生命宝贵。就这样，在飞船和卫星接触时，卡特直接抓绳射了过去。虽然过程有点惊险，但好在没事。进到里面后，卡特开始引爆，随着轰的一声，卫星开始掉头，然后对准角度，然后再一发轰，卫星开始加速飞回地球。而在这个时候，西罗他们也已经停止了坠落计划。卡特打来通讯，告知了高达回程的消息。西罗希望可以自己去接收，所以卡特单独把飞104按西罗说的位置给射了出去。至于其他人，也在莎莉的帮助下来到了卫星。当卫星到达地球的周边时，大家都坐上了高达。大家准备好了没？卡特问道。没问题，隨時收佢皮。沙漠改直接雙手舉起，一個交叉砍擊砍破艙門，大喊一句：好，我哋立即開波。3台高達先後衝出衛星，前往地球戰場。而在地球這邊，托爾吉斯山和陶拉斯正在苦苦作戰。就在最艱難的時候，2道刀光直接砍來，瞬間巨蛇斷頭。沙漠改站在後方，把斗篷一拖，其他敵機也開始圍攻了。沙漠高達改把刀一舉，一個交叉砍，後方直接倒地。你們是真厲害啊，打了這麼久沒殺一個人，卡特說道。此時的戰況也直播在大屏幕上，敵人依然猛烈的攻擊。沙漠高達改一刀連聲帶槍的砍了，然後一個回旋砍砍飛後方敵人，接着一個跳躍從上往下砍，接着對着敵人衝刺揮砍。其他敵人也圍了過來，全部抱住了沙漠高達改。他一個噴射飛天，震開前刀下砍，轉身上砍。而大量敵人也繼續的狂攻，沙漠高達改把刀一舉，推進噴射，直接的衝，扛着子彈2刀連擊廢除敵機。已經夠了，你們撤退吧，傑克斯說道。撤退？如果走了，我們來這裡就沒有意義了，卡特說道。但由於敵人太多了，沙漠高達改的刀都被射斷了，3台高達也被圍了起來。就在大家不知道怎麼辦時，飛104來了，在空中舉炮，對準了總統府，以3炮的方式直接擊爆總統府的核掩體，勝負已分，戰役結束。好，看完戰役，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把沙漠高達改的一些武裝稍微的說一下，但其中它是有點爭議的，大家如果懂的話，也可以在評論區裡面給大家科普一下。首先就是抗光束斗篷，它屬於是選配類的追加裝甲，而它的正式名其實在設定集裡面是沒有提過的。抗光束斗篷這個名字其實是我瞎起的，整個裝甲系統其實是由胸部延伸到肩部，而裝甲的內部是覆蓋全身的斗篷，也可以說是披風。它具備着耐光束鍍膜防護，而且也帶有耐熱的功能。整套裝備原本是為了沙漠環境而專門設計的，所以在改造前它就存在了。這套裝備和推進器統稱為區域裝備。另外，這套裝備的基礎上有修改和追加武裝的規格，但至於追加武裝和這套裝備是否有技術關聯，這個設定上沒有明說，也只是一個猜想。接下來就是唯一的射擊類武器火神炮，裝備在頭部的兩側有持續性和連射性，不過在動畫中它完全沒有使用。在多本設定集裡面對不使用的描述各有不同，
我选了3类比较靠谱一点的。第一个，因为大决战后，因为要把高达送去太阳销毁，所以卡特尔把沙漠高达改的所有实弹都拔除了，所以在玛丽梅亚军叛乱时，沙漠高达改完全没有实弹。而第二种，由于沙漠高达改的战斗风格很容易出力过大，为了警戒误伤，所以不使用，连他原本的光束机枪也没有携带，都是为了不伤人。而第三种，认为火神炮的使用会对指挥系统的功能有不良的影响，在面对不杀人又要对抗大量敌人的情况下，战术指挥极其重要，所以才会不使用火神炮。3种说法的解释，如果是你会觉得哪一个合理呢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说一下。好，最后一个大型电热弯刀，这是一把取刀类武器，平时不用时会把刀收纳在背包上，而它的刀柄会折叠起来，当需要使用时，刀柄会自动弹起，只要双手抓住就可以顺势拔刀，摆出战斗的姿势。而整个刀身也为实体刃，全长接近20公尺，超级的巨大，质量也是极大，这也对应了沙漠高达改的特点，超大出力。挥舞这把刀，只要一击可以把敌机直接一刀两断，而且刀身还带有热化，利刃加熔断雷完塞了，而且必要时还可以把刀丢出去当中距离的投射武器。在玛丽梅亚叛乱中，沙漠高达改全程只使用这一把刀，为了避免杀到驾驶员，沙漠改直接瞄准了对方的四肢，所以这把电热弯刀其实没有发挥出它真正的实力。另外，由于是2把，所以沙漠高达改基本是2刀流。好，本期解析就讲到这里。如果大家觉得我还讲得不错的话，请给我点个赞，这对我很重要。而下期我们开始讲托尔吉斯3了，感觉好快，还没有过瘾，但又要结束这个系列了。好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支持一下，想看更多同类的影片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CM，我们下期见。